床前明月光。喂喂喂，我的麦呢？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人生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。如果可以所有的事情都忘记，以后每一日就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而当你不能够再拥有的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。好啦，BGM，瞄一下，啊，太狼狈了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我要再试一下。怎么回事？是我手不够长吗？再来一遍啊！当你什么来着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。非常好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江湖吗？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。江湖就在贝拉的直播间。嗨，北极星吗？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呀？我把它插回去，它不听话。我拿下来吧。嘿。怎么回事呀？奇怪嘞，气死我了！怎么这么不听话？我拿着吧，不然到时候放到背后，我用就是也拔不出来，因为这个剑等会儿要用到的。怎么样？晚上好，北极星们，晚上好！来，给我近一点的景，不然太有距离感了。不要被我的剑气给吓到。开始了是吗？这梗开始了是吗？好的，北极星们晚上好。怎么样？周年庆都看完了吧？我们周年庆的直播录播都看完了吧？新来的北极星没看过没关系的，下播之后呢，可以去搜索一下我们的 ASO 12月11号周年庆直播，可以去看看我的节目，可以去看看我们 ASO 其他人的节目。你没看？等会儿下播了要去看哦。下来说话吧，房顶多冷呀！你们不懂，这就是叫什么？就是要不是下不去，那谁愿意站在上面一直吹风呢？对吧？是挺冷的，是穿的有点少。拉姐的喜跳的很好看哦。我知道，我当时在翻评论区的时候，感觉大家其实还蛮想听我讲，就是我们排练的这些幕后故事的，因为就是说，哇，好想听拉姐讲一下你们就是怎么排的这支舞，然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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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那正好啊，这不是周年庆就结束了嘛，我们就来聊一聊，我们今天就来尽情的聊聊天，好吧？你们就说吧，想先听什么？上干嘛？这是我们自己家的屋顶，这是我们自家的，随便站。
们说吧，想先听什么，想从什么地方开始听，我今天就都满足你们。你们说的想听幕后故事，这不是就来了吗？想按时间顺序讲吧，那要追溯到好久好久之前了，毕竟我们从很久之前就开始准备周年庆的节目了。来几集了？我哪有急？我现在很温和啊，我现在很有耐心呀，哪里急了？想先听喜和三人的时候，那我们按顺序来讲吧，我们先讲喜好了。就是关于喜的话呢，我当时就是怎么说，我不是这是讲了一个故事的那么一支舞嘛，对吧？我就当时在翻评论区的时候，我看到大家对于里面那些情节啊，对于那些动作啊，那些分析都有好多。我当时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，哇，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居然可以被这么理解，就真的每一个人都能从那支舞里面看出不一样的东西，我觉得都蛮厉害的。那个倒下和后退的动作是怎么做的？不告诉你们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这是我的秘密。那我如果说我没有这些秘密的话，那全被你们看透了吗？不是，那怎么还有惊喜呢？反正之后的惊喜会越来越多的。而且当时有个很好笑的事情是，我知道大家会讨论剧情嘛，就是会做各种剧情啊、各种动作的分析。我就在那边津津有味的翻评论，然后我看到一条，大概就是说，把高粱台看成了高粱饴的评论，就是那个饴，石字旁一个台的那个饴，就是一种糖嘛，我都给看馋了。然后我回去看歌词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像，好神奇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通感。眼睛看到的糖的名字，我嘴巴里面就会尝到那个味道。拉姐当时一跪，我膝盖也疼了，这还好，我带着护膝的，其实就还好，因为裤子也够厚。是不是你们现在去看也挺像的？而且当时我在编排，就是在做喜这支舞的编排的时候，我就担心大家会看不懂，因为在我看来的话，就是即使我想表达的那些脑洞全部都用动作表达出来了，但是你们如果看不懂的话，就是太意识流了，也不是一个好的作品。所以我当时第一版排出来之后呢，就当时要彩排走位、镜头机位，还有什么场景调度啊之类的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就是我上次直播也讲到过，就是我们提前要根据舞蹈的节目来彩排镜头机位，然后要来彩排走位，然后要来彩排道具的调度，然后就当时录下来了之后，我看那个视频，我就发现，哎，第一版的那种意象好像是有点晦涩了。对吧？我就怕笨笨的贝吉星就是不是很看得懂，所以呢，就是我用语言没办法一句话概括的那种意识流、那种抽象、那种晦涩，我就又改了几次，然后最后呈现给大家的就是，你们看到的那版成品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。其实，在你们没有见到的时候，它经历了挺多，那叫什么修改的。啊，嫌弃你们了，对，我就是嫌弃你们。怎么还不让嫌弃了是吗？还不让嫌弃了是吗？贝拉能不能说喜的剧情？然后这个贝吉星连2个喜都打不出来，他打成了喜。找一找，往后找一找，它就在后面，它就在总比你打2个喜要方便一点吧。哎呀，你要闹了，那就闹吧，两眼一黑了，挺亮的呀，那怎么黑呀？
挺亮的，挺亮的。干嘛？这下被我抓到了吧？不会打喜。让我讲一下剧情呀。剧情的话，我就不讲了。剧情我不讲了，因为我怕讲出来，其实会跟你们理解的有出入。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想法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真挺好的。就像那个喜字打不出来的背景星，挺好的。起码你会打2个喜呀。是吧？我就不在这边解析这个剧情了，大家都挺好的，想的都挺好的，而且就是想的，其实跟我一开始想表达的那种大差不差，大差不差的。其实这个答案非常开放的，大家真的是看到了什么，就是想到什么，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样子。那我就说一下最后。我不讲剧情，我就说一下最后我对剑的理解吧。当时是这样子的呢，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剑，一个是因为就是我的造型比较是武侠的那种风格嘛，所以拿剑的话会更和谐一点。我当时就是在想，我要怎么穿着这套新衣服去，就是讲述喜的剧情呢？然后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剑呢，它是保护人的，对吧？保护执剑者的一个存在。但是剑鞘，等一下让我倒到手。哎呀，就是剑是保护执剑者的存在，它是一种存在。然后剑鞘，你把剑装在剑鞘里面，对吧？你剑鞘呢是保护执剑者，也是保护剑的一种存在。当时那个剧情中的他把剑抽开来，然后把鞘给扔掉的时候，我不能扔啊，等会儿不然扔到楼下去我就捡不起来了。他抽剑，然后把那个鞘给扔掉的时候，就代表了他放弃了一种被保护的那种状态，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。到最后倒下的时候，它的最后一层保护，就是这个剑，它最后一层保护也被丢掉了。而且大家到时候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仔细看会发现剑尖，一般剑不是这样子的那个，对吧？你要把剑放进去，那就是剑尖对着那个剑鞘的开口，但是不是，当时那个画面它是剑尖和剑鞘是相反方向的，就这样子的话，就说明剑不会回到剑鞘中去了，就说明就是这个人他虽然战斗了，但是他失败了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 BE 的结局啦。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领悟到这一层？好严密的设计呀！那当然啦，因为场上每一个表演中，场上的每一个道具，它都是，就是怎么说，都是被精心设计过，都是被精心安排的。就是这样，非常细节的一个地方。没想到那不是现在就给你们补全设定了吗？所以我说我剧情不讲了，因为大家剧情都理解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讲一下大家没有发现的细节就好啦。超严谨的，真的。没听明白的话呢，就在我下播之后把录播再重看10遍，就明白了。拉姐是怎么能扔的那么对称的呢？就扔呗，你多练几遍，多扔几遍，不是就能掌握那个力度了吗？就直接咻就直接扔出去了。其实剑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我拿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哇，好有意思，哇，好好玩，就特别好玩。就我们来学一下这个剑是怎么玩的。
正所谓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所以呢，我现在手中有剑，说明我心中也有剑。我现在是人剑合一的一种状态。北极星，我相信你们也马上就能达到这种状态的。所以我现在就来教一下你们基础的剑的使用方法。你们也想玩？挺好玩的，真的挺好玩的。就是我先教你们怎么拿剑，好吧？剑呢？这个剑鞘真的很碍事儿，挺碍事儿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用右手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哎呀，就是剑呢要怎么拿？剑它有一个就是直握，直握就是这样子直握，简单吧？然后呢，还有正握，就大概就是这么握。好，你们剑已经学会怎么拿了，对吧？就是拿起来，放地上，拿起来，学会了吧？这个很简单，这个要是学不会的话，那北极星是真的太笨了。什么啊？这学不会，手里没剑怎么办？你们可以拿一支笔呀，或者是拿一些扇子，或者是矿泉水瓶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啊，反正就是把剑拿在手里，然后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非常基础的挽剑花，挽剑花也特别基础，因为它就是一个，哎，我觉得我还是放下吧。挽剑花呢，就是一个非常，就是你拿到剑，下意识的你就会想去把剑花挽出来。怎么挽呢？它有一个，这个叫做盘剑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好，反正就是这个是盘剑，在身体前面或者是在身体上面。哎，对，反正就是你们看得懂就行。太难了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只要学会了就超简单了。你们真的可以去拿一下你们手中一切能拿到的所有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盘剑，这个叫做盘剑。好，然后呢有一个这个，然后我上次也教过这个，然后这个叫做倒把剑。太快了，没看清，那我就慢一点。你们看啊，看我的手，然后把你的手指头伸出来，然后咻就可以了。它是夹在你的，它是剑柄夹在你的中指和食指之间，倒把剑。然后呢，剑嘛，你们知道剑和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用来刺的，一个是用来刺的。刀呢是用来劈和砍的，但是我现在手中这个是剑，所以呢它就是刺刺刺，好，然后刺，哎呀，这儿好窄，这儿好窄，这儿好窄，刺。就大概是这样子，吓我一跳，这里好窄，哇，这里好，别掉下去了，我发现了，我发现了，危险动作千万不要做。娜姐，这是在房顶，对呀，你们看后面，不像在房顶吗？然后这个呢是反握，知道就好了，就是把剑反过来，然后嘿。这样子是不是很简单？非常简单，只要你们拿到了剑，心中有剑，你们就能发现啊，我会了，我突然会了，这剑拿在我手中就像有生命一样，超好玩的。我跟你们讲，真的超好玩的。我之前小时候看那些电视剧的时候嘛，我就觉得
好帅呀，那些大侠们都超级帅的。然后到后面长大了，我拿到了这些剑之后，我就发现就真的很帅，超帅的，超帅的。然后最后你们就是人剑合一，对吧？刚才我也说了，剑鞘是保护剑的一种存在。我再把剑鞘拿起来。最后呢，我们剑已经保护了我们人类，对不对？保护了我们行走江湖的这种安全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得保护好剑。怎么保护剑呢？就是说，你得把那个剑给收回到剑鞘去。收剑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东西，这是需要有技巧的，不是说随便这样子，就是，no， 这样子的话就是很狼狈，非常狼狈，就像我刚才拔不出剑一样的那种狼狈。我告诉你们要怎么收剑。剑啊，来给我一个全景。就是剑啊，它是有技巧的，你得先，就是这是鞘口，那你得先把剑好，箭头对准了之后，一下子插进去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你们现在看起来简单，告诉你们啊，其实它那种大侠，你看它咻一下就把剑插进去了。所以的话说，就是要让收剑变得很帅气，就是需要一定的速度和一定的技巧的。技巧我刚才已经教给你们了，那我就就来展示一下速度。什么叫速度？就是往一个剑花，哎，玩反了，往一个剑花。3、2、1，玩一个剑花，就是这个东西吧？怎么说呢？100%有98%是失败的，就我自己也没练得怎么好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！好狼狈啊！我知道狼狈，但是你们不要告诉我狼狈，我只要你们没看见，我就当没有这回事儿。再试试，我再试试。就是它比较，你知道它这口就是它这个口就是比较小，比较难对准。它如果就是对不准的话呢，它就98%的几率就会失败。这剑太长，对吧？我也觉得这把剑现在对于我来说太大了，这个剑柄对我来说也是太宽了，所以就是在我手中，在我转剑的时候，我会因为抓不住剑，所以它会滑落到地上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就是怎么说呢？贝拉玩不好剑，即使贝拉有80%的责任，这个剑就没有20%的责任吗？对吧？是不是？就是怎么说，这个剑鞘它相对于剑来说太小了，这个剑呢相对于我来说又太大了，所以这个剑就是对，就是大概就是剑的问题。对，好，你现在可以走了，我不需要你了，丢人，走吧。哎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大家稍安勿躁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可能这个剑，因为剑嘛，它是有脾气的嘛，对吧？我们都说了，你当它拿在你手里的时候，就是它是一种具有生命的那么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它既然是有生命的，那它肯定就有自己的想法。它有自己的想法呢，那就说明，我编不下去了。反正就是说我唱首歌吧。怎么样？我唱首歌吧。我编不下去了，反正就是非常狼狈。这个开场太狼狈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唱首歌吧，好吧？这首歌呢叫做
就是它叫做2个字的，它是一首当时直播唱完了片段之后，大家想听我再唱一次的那么一首歌。哎，对，有被吉星猜出来了，大概就是画心。那怎么办嘛？那剑就是比较难耍嘛，那我手就是小嘛，那对于那个剑来说，就是抓不住嘛，那能怎么办？那滑呀，手也滑呀。你们看见那个外包装多滑呀，对吧？那能怎么办呢？那就是会失败嘛。那毕竟我也是刚入江湖嘛，真的是北极星想一想，动动你们的脑袋，有吗？脑袋。赖姐应该用短剑，我有短剑，我有那种就是表面上是一把剑，然后可以抽开来，然后变成双剑的那种鸳鸯剑。我还有那种太极的软剑，我还有反正我道具可多了，我到时候有机会慢慢给你们展示，还挺好玩的。北极星的脑袋不是借给拉姐了吗？哦，难道我上次借了之后没有还给你们吗？不会吧，你们也没借给我吧？我没有收到吧？有这回事吗？想看 ？OK， 到时候我先欠着，你们帮我记着，到时候再说哈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下次我给你们展示武器的时候，绝对不会那么狼狈了。Come on, music， 给你们唱首歌吧，你们就忘了刚才的那些狼狈的事情。画心哈，画心的话，前面有一段清唱的部分，我们先把 BGM mute 了吧。混响，混响。画不出你的骨骼。
就这么多，大概就这么多。怎么样？干嘛刷问号呀？为什么刷问号呀？哎，为什么刷问号呢？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哎，なんで要闹啦！闹了别叫，我们一起闹。为什么要刷问号呢？不够没关系，下次多的下次再说。婉婉说过，这个叫做延迟满足。如果我现在一下子全给你们唱了的话呢，你们之后就是怎么说？就会不满足听一首歌，就会想听2首歌，想听2首歌，那之后就会想听3首歌，对不对？这叫延迟满足。又欠债啊？对，那我就是想跟你们多讲讲话，不行吗？你们想啊，一首歌要4分钟哎，我如果再加上前奏，我再加上尾奏，再加上中间的间奏，再加上中间那个海豚音，5分钟就没了。5分钟我们之间可以讲多少话呀？对不对？对吧？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那个时间。所以呢，半首就够了，大家又听到了我唱歌，又能跟我一起讲话，不好吗？2全其美，多好呀！可是我想听你唱歌，呜呜呜呜呜。那等会儿我们先聊一会儿，等会儿再给你们唱一首，好吧？等会儿再给你们唱一首，会给你们唱的，会给你们唱的。那刚才呢，我大概给大家讲了一下键的使用方法，然后还给大家讲了一下我对于喜中间那个键5的那个设计的一些小想法。它的确是一个 BE， 它就是一个不好的结局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刚才在讲这个键的使用者的时候，我用的是他而不是我，是因为我贝拉在这个表演中的话扮演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他剧情是虚构的，角色他也是虚构的。我就是觉得偶尔的时候，在这样子短短的几分钟里面，这样子一个短短的节目里面去扮演别人，然后去体验他的人生，去把他的故事讲出来，还蛮有意思的。最后为什么他又倒地了？你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呀。为什么他倒地了？为什么他就是前面穿着这样子的一身红衣，最后穿的是那样子的衣服？他为什么中间倒在地上的时候想到的是那样子的一些画面？你们知道，you know，就是一个人生一个角色的扮演。所以当时我想的是，我新的一年的愿望就是给大家带来更丰富的舞蹈，也是因为这个，因为有很多很多脑洞，很多很多人等着我去扮演，很多脑洞等着我去实现，就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北极星不知道啊，北极星你们要动一下你们的想象力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一个看不懂没关系，这个想不出来没关系，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我，足够你们，真的足够你们去编好多故事，真的。就这个人的身份你们也可以设想一下，这个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，你们也可以想一下，就是可有意思啦，超有意思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真是很有意思啊。我承认我有时候的确蛮爱演的，就是偶尔有时候讲话讲着讲着就会演起来。像我排节目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我在这个场景下，我是另外的人，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身份，然后他经历过什么什么样的事，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场景此时此刻他就会做些什么，很有意思的，超有意思的。蛮爱演的，我说爱演是爱，就是我对你们的那个爱，演呢就是演戏的演，那个爱演不是那个爱演，爱演不一样的。
啊，我看到有贝吉星说，可能因为没有发达的语言系统，所以说用肢体来表达。虽然你讲的是对的，但是我不是很想承认。You know， 我记住你了，贝吉星，这个贝吉星我记住你了。哼，原来你对我们的爱是演的，怎么这两句话都能连起来一起理解吗？啊？这两句话都能连起来理解吗？哼，不管你们了，随便你们吧，你们爱闹就闹吧。反正我们当时就是在准备周年庆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，我们当时就是在准备周年庆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排自己的东西嘛，所以就是相互之间其实没有很多打扰的。我当时有一天晚上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就是别闹啊，先别闹，听我讲啊，乖。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当时乃琳呢，她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练歌，声音很响，声音非常响。我当时就隔着墙，我和婉婉都能听到，因为我们跟乃琳的房间就是邻着的，对，邻着的。然后然然是因为住在最里面的房间，她就是听不到。这月亮是白的啊，我知道是白，那就是月白风高吧。那就是月白风高那么一个晚上，然后他当时在练歌，声音很响，他就怕打扰到我们，他就在群里面发了一条语音，他说我练个歌啊，可能会吵一会儿，你们不要管我。然后我就回他说我听到了。然后然然说哈，然后婉婉就说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听得到呢？然后然然说哈，婉婉说我们这个隔音不是很行啊。然后乃琳她就说，因为我感觉我声音太大了，万一吵到你们，就是声音太大了，所以还是跟你们说一声。然后然然又哈，这不给乃琳录下来，不是，就是也不能跑到他门口去录吧，对吧？就是我也没有他那么过分，他真的掌握了我好多东西，没有录音，没有录到音，太遗憾了。反正然然就一直哈，我们当时是在群里面打字的，所以就也不能直接给你们看消息记录，对吧？所以就只能给你们复述一下。然后婉婉就说没关系，到时候请我们吃饭就行了，谢谢啊。然后然然就开始点菜，他说肉蟹堡，然后我就跟上，我说烤肉也行。然后婉婉说哎，你们怎么还开始点菜了？然后这时候乃琳她就忍不住，她说你们当个人吧，感情充沛的就是唱歌要保持感情充沛真的很累的，我喊的嗓子都哑了。然后我这时候就是莫名其妙，就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个演技啊，他就上来了，演技的瘾你们知道吧，就上来了。我就说你喊吧，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帮你的。但是这时候呢，群里面没有人接我的梗，我这个梗就落在地上了，就是怎么说怪狼狈的。对，然后就没有人接我的戏。然后呢，乃琳她就自己去练歌了。但是乃琳唱着，她突然就笑出声来了，就比如说她前面在唱说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哈，就突然笑出声来了。然后我们群里面又热闹了，往往就第一个发消息说，哎，他怎么还笑上了？人人说他破防啦。然后我继续演，我说哎，这孩子终究是疯了，想不到那件事对他的打击竟然到了如此地步。然后然然哈，又笑。但是呢，我以为然然笑就完了，结果然然他说他出门去听了一耳朵，好惨。然后我就接着他的梗，我说哎，这门外的惨状是你无法想象的，你还是乖乖待在屋子里面比较好。这时候婉婉接我的梗了，婉婉说出去就是血流成河，可惨了。婉婉真的是，婉婉她不会让每一个梗落在地上，这她每个人的梗她都会接，我的这种演技梗她也会接，有婉婉的陪伴真的从来不孤单。然后乃琳就在我们发完这些消息之后，乃琳她就
自己发语音出来说，哈，我要破防啦，哈哈哈哈哈！好不容易这一遍唱的还行，但是口糊了，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有那个把自己唱歌录下来，就乃琳特别喜欢录音，他把自己唱的歌录下来，然后就是去听前一遍唱的怎么样，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。然后他就说他就是唱的还行，但是唱口糊了。然后我就说你看多惨多惨啊，就很惨。嘉乐呢，嘉乐当时自己在练习室里面，他没有参与我们的对话。他要是参与对话的话，也不知道这一出戏会演到什么时候。反转了，嘉乐不会用键盘，不是，他电子产品还是会用的，好吗？他还是会用的。我们每个人当时就是在准备周年庆期间，每个人练的内容都不一样，然后练习时间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其实很少会碰在一起。就是5个人同时在一起，其实时间还蛮少的。像上面乃琳这种啊，练到疯魔的情况，其实真的还挺多的。而且我们每个人的情况还不一样。乃琳的话，她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，她不练到最后一刻，她是不会放弃的。她真的是在当天我们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其他人在前面表演，她在后面休息区了。她在休息区，她还在顺动作，就是自己戴着耳机，然后开始在那边顺动作。然后然然的话，他就是前期在我们节目定下来之后的前期，他就会疯狂练习，就是2、3天，他就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全都学完了。然后后期呢，就是慢慢的去复习。然后婉婉的话，他就是很紧张，婉婉他就是非常紧张，因为他对自己不是很自信，所以他就特别紧张，特别是开播之前，他会整个人就会 emo 掉。但是呢，就是距离开播还有2分钟的时候，他又会自己恢复。他就是那种你们都不知道的，我们开播之前，然后婉婉就在那儿哭。婉婉说：“我太紧张了，我好紧张，怎么办？你们不要管我，让我哭一会儿。”然后我们就说：“那你就哭一会儿。”然后我们就会在快开播的时候提醒他，他就说：“我好了。”然后一开播，婉婉啦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你们看不到的时间真的很好玩的。然后乐的话呢，他就是疯狂彩排，直播的时候看得出来，你们看得出来啊？那你呢？等一下，我等会儿讲，我放最后讲。乐的话呢，他就是疯狂彩排，他是我们5个人里面彩排次数最多的，就是他不是在去彩排，就是在去彩排的路上，他真的天天揪着工具人去给他对他的镜头，去对走位，去对他的道具调度，然后也会就是各种混音啊什么东西，他就会去对各种东西。他彩排真的，他当时最后一天了，对，前一天我们是11号直播嘛，对吧？他10号直播晚上还在那边上声乐课，哇，我的天哪！因为他10号刚彩排完，他马上就去上声乐课，然后上完声乐课，第2天就来直播了，超卷的，很卷的。我们5个人就是这样子，真的碰不到一起，超卷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是很普通的那种训练，因为我排了时间表嘛，就是今天练什么，明天练什么，然后后面就会发现，我空了1个月的时间耶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当时是排完时间表，然后到了该彩排的时候我就去彩排一下，然后到了直播的时候我就普通的直播一下，然后就是中间就是还练了一下其他的东西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很普通，因为我彩排我也就彩排了几次，不像乐的次数那么多。然后我开播之前我也没有怎么练舞，
就大概是这样。因为我是那种，怎么说，心里面有数就好了，不能练太多的那种人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，或者是听说过这种经历？我如果是在短期内练习次数太多，我反而就会记不住，我反而会忘记掉。这真不是凡尔赛。我给你们举例子好了。我当时在 ASO 前期，我带大家训练的时候，我们就拿练团舞来举例好了。就是我们练团舞的步骤大概是这样子的，我呢先把舞蹈动作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，然后再花30到45分钟去教大家，教大家动作，然后在20分钟的时间就是让大家自由的练习，自由的去，因为有的怎么说，他记动作比较慢嘛。那就让他们自己去顺动作，自由去顺动作。然后我在这个时候，我在这20分钟时间里面，我就队形，我就画队形，趁他们这20分钟自由时间，我就把这个队形画完，就是那种不同颜色的圈圈，然后在什么时候换到哪一个队形，就是大概这样子一张纸嘛。然后他们一练完的话，就能马上排队形，效率超高的。一般的话，这样子2个小时左右就能熟悉这支舞大概是怎么跳了。但是你们知道，它就是怎么说，有遗忘曲线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那么一个东西的。它隔了1天之后呢，它那个曲线大概就只记住了33%左右，这个舞啊就忘得差不多了。头1天初步带他们熟悉了之后，后面的日子我们就是反复的、不停的去练那么一支舞，同一支舞。因为团舞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很整齐嘛，对吧？那经常性的就是前1天我们刚统一完了动作，然后有人就记错了，第2天就记错了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停下来去纠正，然后再往下练。因为你如果不纠正这个动作的话，他永远就是不知道他这里是错的，这里就会不整齐，就会非常耗时间。我呢，我本来是那种前1天练完舞之后就放着不管了，要用的之前我再捡起来稍微复习一下，中间的时间我就是不管这支舞，我去练其他的舞去了。当时呢就是这样子带他们高强度练舞之后，每天都在练，每天都练好久，每天都练2个小时。当时录舞的时候，我也是头1天，就是同一段时间录了好多遍。这时候我突然就不会了，我就一直跳错，很奇怪的，就高强度练舞之后，我突然就不会了，脑子里面一片空白，肌肉记忆也没有了，怎么都回忆不起来动作，然后左右边也反了，就很奇怪的这种现象。再后面我就恢复了就是这种比较自由的训练的习惯，我就把时间规划好了，我再也不在那个就是短时间内高强度练习了，我真的会记不住的，就会忘记掉，反而就不会了，很奇怪，就会超奇怪。你们如果有人懂的话，就是可以告诉我大概怎么回事，我真的超想知道怎么会这样子的，就很奇怪超奇怪的。过载了我也觉得就是显卡烧掉了，那大概可能是这样子的反正就是当时我们每个人就是压力都挺大的，然后就不奇怪乃琳她能在练歌的时候练着就练笑了，也不奇怪就是嘉乐没有参与我们晚间的讨论了，因为真的很忙，真的超忙呢。不过好像要到了说拜拜的时候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今天没有讲完的东西，我下次2.0再讲。我这才讲到哪呀？我第2支舞、第2支10后我都还没讲呢，还差一首歌呢。行，那我把最后一首歌唱给你们听，《新贵妃醉酒》，怎么样？帮我记着，2.0啊，2.0啊。
只好留下太多愁。不要说谁是谁非，感情做一头，至少可以与你一起再醉一回。金雀山与扫头是你给我的礼物，一场雨一曲几番轮回，为你歌舞。今晚是你对我深深的思念，留下原味之后魂断红颜。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举杯对月情似天。爱恨两茫茫，问却何时离？菊花台倒影明月，谁知我爱心中寒，醉在君王怀，梦回大唐来。拜拜，下次。我在风雨中停下，想等待一个回答，梦多久才能发芽？要珍惜小心奇迹，月落日升，冬来夏去，眼泪中怀疑是一场闹剧，汗水融化心灵的霜，疼痛不过是这一点重量。命运不要疏散我受的伤，我只想推开窗，我就要遇见光。凡是所有苦痛迷惘，终将找到方向。别想让我停下。Don't give it up.Never give up. I know the way fell through. I know my dream will come true. 追逐光不服输 I can be stronger. I know the way fell through. I know my dream will come true. 梦想永不落幕 I can be brighter. 有谁告诉我平凡才是寻常？有谁和我说放弃也算是勇气？就算孤独也 easy， 就算失败也 easy。